送出星期四5:21。歡迎嚟到10點解密。你好，我係 Air。好對唔住，太耐冇出片啦，我返嚟啦。再次歡迎你哋啊！又到10點鐘啦。你好，我係 Air，呢度係10點解密。咁首先我都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嘅。其實呢啲 YouTube channel 呢，你出2條片，跟住就唔再 update 呢，咁 YouTube 好快就會將你個 channel close 咗去。但係我好感激大家，其實一路呢，每一日呢都仲有人喺度睇緊。咁呢啲 subscribe 呢，雖然好慢，但係都一路都有人 subscribe 緊。亦都有啲人留言啦，去問我幾時再出片啊咁樣。咁其實咧呢一年呢，我係冇停止過嘅。好啦，頭先標題我已經講咗啦。今集呢，我主要係交代翻點解我咁耐都冇 update video 嘅呢？可能我諗有啲人會覺得有啲奇怪。呢個 channel 呢，本來個 style 唔係咁嘅喎。之前有2集呢，都係一啲比較即係 serious 啲啦，好多片段啦，一個陳述就好 dramatic 咁樣去做啦，咁樣。咁而家點解突然間變到個 intro 又唔同咗？一個 presentation 嘅方法又唔同咗嘅呢？咁而呢一集呢，我會好詳細解釋俾大家聽，發生緊啲咩事。好啦，而點解我要做呢個咁樣嘅 channel 呢？咁其實最主要，首先一樣嘢就係，我真係儲咗好多料啊！而家互聯網嘅資訊呢，真係爆棚到呢，你可以揾翻好多以前係極之難揾到嘅資料。以前可能只係聽過，或者有少少文字嘅資料，我而家直情係可以揾翻啲圖片啦，一啲詳盡嘅文件啦，甚至係一啲影片呢，係可以去俾我睇翻。哇！原來我以前聽過嘅嘢，真實嗰件事係咁嘅咁樣。咁所以我好想做一個系列出嚟，我就想做一個 record， 係保存喺一個大眾嘅平台嗰度，咁佢變成咗一個我嘅作品咁樣。同埋頭先冇錯，你哋睇緊嘅畫面呢，係第3集嘅內容嚟嘅。咩叫第3集嘅內容呢？就係大概1年前左右呢，其實我已經差唔多完成咗我第3集嘅製作。好啦，咁就要講翻點解我做第3集做到 90% 嘅時候，突然間我會停咗嘅呢？咁呢，開始嘅時候呢，我知道第3集我要做呢個 case 嘅時候，我係非常之興奮，因為呢，我好想做呢個 case 好耐。咁但係呢，開始咗之後冇幾耐呢，我就有一種好不安嘅感覺。但我由細到大呢，都會有呢一種直覺嘅。我知道有啲嘢唔妥，但我就諗唔到咩原因。於是呢，我係選擇繼續去做呢個第3集嘅。咁但係呢，越做呢就越多怪事出現咗。首先，我寫好份稿要錄音嘅時候呢，當我每一次要準備錄音呢，我突然間就會失咗聲。跟住我一路工作嗰部 MacBook 呢，突然間燒底板。我用 Apple 嘅嘢從來冇試過咁樣壞嘅。咁而呢，當我做嘅片嘅時候呢，我個心好不安。跟住我就好似聽到一把聲音不停咁同我講：你真係要停，你暫停一陣先啦。你會繼續嘅，但係你要暫停。咁於是我就暫停咗，睇下發生啲咩事。過咗一段時間啦，AI 嘅技術咧就鋪天蓋地咁樣發布啦。
咁 AI 對 YouTube 嚟講又有啲咩影響呢？咁最首先咧，好快 Google 咧已經為咗 AI 咧有一個前瞻性嘅改動，就係將佢嘅演算法咧改變咗。點解我會發現到呢一個情況呢？首先咧就係有好多元祖嘅 YouTuber， 即係啲鼻祖最早出嚟拍 YouTube 嘅一啲鼻祖嘅人都退隊啦。佢哋都敵不過咧 AI 帶嚟時代嘅轉變。例如我好中意嘅一位 YouTuber 咧叫叉之，咁佢都咧係俾呢一個演算法咧曾經去終止咗佢個盈利模式嘅，係好明顯嘅，因為佢唔出樣。咁咧就係懷疑用 AI 做嘅佢嘅片，所以就終止咗佢個即係嗰個營運嘅模式啊。咁我覺得 AI 呢一年之內，佢將會做到更多一啲影像上嘅嘢。YouTube 呢一個界別咧，你只要放多一條片上去咧，你就係 YouTuber 噶啦。咁你要明白咧，有好多人咧想用靠呢個方法咧去做一個被動嘅收入，佢只係希望去做一啲妖言惑眾或者一啲嘩眾取寵嘅題材，去引你去睇呢啲片，跟住佢賺呢個流量，就有一個被動收入啦。咁難怪咧點曲街嗰個 Martin 咧，其實佢都倒數緊嘅，即係如果你有睇佢嘅片咧，其實 Martin 係好有心做 YouTube， 但係其實你言語間你都發現咧，佢都敵不過呢啲即係流量刷流量嘅人啊。咁亦都有一位咧好新進嘅 YouTuber 咧，佢已經出嚟講咧，佢每個月賺緊幾多錢啦，同埋點樣咧好容易咧喺 YouTube 咧每年賺100萬。即係如果你知道我講邊個咧，你就知道未來個 YouTube 咧係有幾大鑊嘅。所以如果仲係用緊我之前嗰2集嘅方法去做呢一啲片咧，我諗會好快俾即係 AI 呢一個演算法或者 AI 呢一種瘋狂嘅洗版嘅形式，我嘅片就唔會有人睇嘅啦。咁咧我就開始明白我呢個不安嘅直覺究竟點解會出現。因為如果我冇呢個不安嘅直覺，我將我好多心血，我就會俾 AI 呢個演算法，俾呢一班用 AI 去洗版嘅人，就會將我哋所有呢啲嘢呢就推冧晒嘅。咁我係好接受時代係會轉變嘅 ，AI 嘅來臨呢係呢個勢頭係擋不住噶啦，而 AI 呢未來呢係會掌握咗我哋嘅世界嘅，佢係會管治咗我哋嘅世界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就會好好地運用 AI 嘅技術去協助我繼續做呢一啲 YouTube。咁我希望呢，就喺呢個 AI 假新聞時代出現之前呢，就盡量將歷代我知道嘅好多可以 trace 到真相嘅 case 公開翻出嚟先。而我呢，亦都盡量會將一啲我獨家有嘅資料會擺喺呢個 channel 裏邊嘅。咁話說呢，幾年前嘅時候呢，我曾經同 MJ13 嘅卓飛呢就去咗美國。咁我哋就參觀過 Area 51嘅入口，咁又參加咗一個世界級嘅 UFO 議會。我哋喺裏邊呢識過一啲人，去做過一啲訪問。而呢一啲人呢，亦都俾過一啲資料，或者呢佢分享咗一啲我覺得好有趣嘅資料俾我哋。咁呢啲資料呢，我哋呢幾年呢，其實我同卓飛都係冇公開過嘅。咁呢啲呢，我都會喺呢個 channel 度呢，有限地去公開俾大家。咁有啲呢係幾有趣嘅，包括有一個世界好著名嘅被老拐嘅人，咁呢，我哋係見過佢嘅，同佢傾過偈嘅。而卓飛呢，亦都曾經帶過佢嚟香港。咁呢，我哋會有一啲獨家嘅片段呢，可以分享俾你睇啦。咁亦都有一啲前 NASA 嘅一啲人物啦。咁佢呢，就分享咗一啲 material 俾我哋。咁呢啲我都好期待，想同你哋分享。咁仲有香港啦。其實香港呢，都有啲呢好堅嘅，即係研究專家喺呢一度嘅。其實香港係有嘅。咁我都好希望，雖然呢個台仲係未成氣候啦，咁我都希望會吸引到
佢哋接受我嘅訪問，我都希望將佢哋咧介紹俾大家知道。點解我會轉咗呢一種模式？呢個好似直播咁樣嘅模式呢，都受到一件事呢一個好深嘅影響。當時年輕啦，人生奮鬥嘅階段啊，即係正所謂咧要捱嘅時候啊。我記得咧，我未入行啊，我係冇能力去學校接受到一個正式嘅訓練嘅。咁我咧就要翻住一份 full time，跟住咧放咗工咧就買一啲教學嘅書，即係 tutorial book 啊，就係去學下咧點樣去執一張相啊，點樣剪一條片啊。而入咗行咧去做創作嘅時候咧，你經驗唔夠咧，你就成日要開 OT， 成日都要通宵。咁你幻想下咧，係一個5000尺有50幾60張工作台嘅好大嘅寫字樓，得翻你張台係有燈嗰個狀態，係有幾咁寂寞啊！即係嗰種心靈上嗰種孤獨、嗰種無助、嗰種捱、嗰種感受係好深嘅。咁我好開心咧，當時咁啱咧，電台咧有一個直播嘅節目咧，係講關於靈異嘅事件嘅，特別係講一啲 UFO 同外星人嘅嘢。對於我嚟講咧，就係喺呢啲咁寂寞、咁孤獨嘅環境之下咧，我感覺到咧，好似我身邊有一啲人陪住我做嘢，佢就喺我旁邊喺度傾緊偈，講緊一啲我有興趣聽嘅嘢，亦都令我個心係有安慰嘅。我希望做到當年我講我捱嗰段時間嗰個 radio show 嗰個功能，就係我係成日可以陪住你哋嘅。呢個就係我做呢個 channel 最大嘅目的。咁就係咁啦。今集呢，就係想 update 翻呢個 channel， 同埋介紹多啲關於我同埋呢一個 channel 嘅嘢。我希望好快就一集正式嘅送俾大家。好，如果你仲喺度聽緊嘅，證明你係好有心嘅，我喺呢度好感激你哋。而喺呢一度節目嘅尾聲，我就將我呢做咗90% 計第3集，我就擺喺呢一度送俾大家。送出星期四5點21分。2002年5月25號，台灣航空業發生咗一場死傷慘重嘅空難。中華航空一架 CI611 號編號 B1822255嘅民航客機由台灣飛往香港嘅途中，飛機突然間從澎湖外海馬公西北邊23海里突然解體，飛機內所有物件同乘客都被拋出機外，然後飛機就喺雷達上突然消失，下落不明。台灣當局隨即海陸兩路進行大規模搜索，最後證實機上19位機組人員以及206名乘客全部罹難，最後亦只有175個遺體被揾返同辨認到身份。慘劇發生後冇耐，網上盛傳咗一段毛骨悚然嘅恐怖電話錄音，留言中聽到係一把非常悲慘嘅哭泣聲同埋間歇嘅海浪聲。由於聲帶內容太過恐怖，令好多聽過嘅人都感覺毛骨悚然，
所以呢段聲帶當時喺網上係被禁播嘅。經過網民仔細調查之後，發現呢段電話錄音嘅時間同當時一宗空難事件嘅頭7日期係非常吻合，甚至有自稱係死者嘅媽媽聯絡電視台，話呢段聲音就係呢場空難裏邊罹難咗嘅兒子。所以呢段錄音被稱為華航空難靈異錄音，而且仲發現呢段錄音嘅來源，令接收到呢個錄音嘅人同電信公司都感到莫名其妙。台灣屏東縣有一位叫張益涵嘅男子，佢返緊工嘅時候，突然間收到一個短信，呢個短信令佢感到非常之疑惑，因為佢係遠傳用戶，即係冇需簽約嘅充值卡，但佢都竟然收到一個通知，叫佢直接打去222，因為裏邊有一個語音留言。呢個就令佢覺得更加奇怪，因為佢嘅手機從來都冇收過任何語音留言，佢嘅朋友亦都唔會留言俾佢，因為直接打去手機或者屋企電話都可以聯絡到佢，而且佢朋友唔多，知道佢手機號碼嘅人都唔超過10個，所以佢都唔相信佢嘅朋友會用語音留言嚟搞惡作劇。但當佢聽呢段語音留言嘅時候，附上嘅聲音檔案就令佢非常驚訝，因為聽落嚟非常之毛骨悚然，特別背景有海浪嘅聲音，而佢亦聽唔清楚裏邊嘅人究竟講啲乜嘢，佢只係聽到一句我唔想死喺度啊，所以佢唔知道有冇其他人可以聽得更清楚，於是佢就擺咗上網同埋俾佢嘅同事聽，佢哋第一個反應都覺得係海上漂浮嘅聲音，而佢哋又覺得可能係惡作劇，亦有可能係華航失事嘅受難者，亦都有可能喺情急之下有人打錯號碼。佢一心希望呢個只係惡作劇，但係佢又怕係華航嘅受難者，因為呢段錄音發生嘅時間正好係華航失事嘅第6日，即係當晚就係頭7嘅日子。張先生向遠傳公司查詢咗好幾次，但都冇辦法得知對方打嚟嘅號碼，所以佢並唔能夠與華航受難者嘅手機號碼做一個對比。佢只係知道呢個短信係凌晨5點21分打嚟。遠傳公司話要查通聯記錄，必須要由警方提供證明，但警方都非常之無奈。佢話人民有通訊私隱權，要查通訊記錄必須要有所依據。張先生唔係受害者，亦都唔係受害者嘅家屬，所以要查出呢個通聯記錄係非常之困難。而呢段不明來歷嘅語音留言，就令到張先生更加覺得匪夷所思，而佢亦都唔敢再勉強自己去聽呢一個咁恐怖嘅錄音。留言嘅內容係咁樣嘅，先嚟一個報時信號，送出星期四5點21分，之後就係長達大約10秒嘅哭泣聲，聽落係一把男人嘅聲音，開始用台語講我唔要留喺度啊，之後只係聽到一連串淒慘嘅喊聲，再之後又係10秒左右嘅哭泣聲，最後10秒又繼續一段好模糊嘅男人聲音，聽到話唔好啊，我唔要死啊，我唔要死喺度啊，然後係好淒慘咁樣講，我點解會死喺度㗎？1分鐘到咗，錄音時間亦都夠啦。錄音嘅時間記錄喺5月30日，即係華航罹難者頭7嘅前一日，所以所有人就開始懷疑呢段聲帶係來自空難中其中一個冤魂。以下就會播放呢個語音留言嘅完整版本。由於呢個聲音檔案冇經過任何修剪或者修復，裏邊嘅內容可能會引起你極度不安，敬請留意。送出星期四5點21分。
事件震撼咗整個台灣，不少人更深入調查事件，發現當中曾經發生過嘅一啲大型空難事故，有住非常靈異嘅巧合，包括千島湖事件、名古屋空難、呢次 CI611 空中解體空難，以及復興航空空難。呢啲嘅巧合同事件嘅連結令人不寒而慄。幾個事故之間似乎存在住一種詭異嘅關聯，令人不禁懷疑係咪有某種超自然嘅力量發起作用。事情嘅真相仍然未知，但呢啲巧合確實係令人感到不安同莫名其妙。千島湖事件係喺1994年3月發生，24名台灣旅客喺浙江千島湖遭到劫持後喺船上被燒死。華航安排咗一架編號 CI140 嘅空中巴士運送佢哋嘅骨灰返台灣，只係1個月之後，呢架 CI140 客機載住271名乘客，但之後喺名古屋墜毀，成為台灣航空史上傷亡最嚴重嘅空難。華航再派另一架機運送屍體返台灣，就係今集嘅華航 CI611 型號 B182255嘅民航客機，然後就發生咗今次講嘅華航空難事件。呢次 CI611 空難之後，台灣復興航空公司嘅一架法製 ATR-72 螺旋槳貨機就負責運送呢次事件200多位罹難者嘅遺體返台北。2002年12月22日，呢架法製貨機就喺飛往澳門嘅途中，喺凌晨1時56分喺澎湖西南海面墜毀，2名正副機長喪生，而墮機嘅地點同5月呢次華航空難嘅地點只有大約10海里嘅距離。而仲有一件非常巧合嘅靈異事件，就係呢次 CI611 客機當時已經賣咗俾一間泰國嘅航空公司，所以本來呢一程就係呢架飛機喺華航進行嘅最後一程，但結果呢次真係變成咗呢架飛機嘅最後一程。其實魔鬼海一詞並非而家先至出現，據住喺澎湖老一輩嘅居民佢哋講，澎湖海域一直都有魔鬼海嘅說法。日本佔據台灣嘅時期，日本軍方曾經將澎湖西南30海里嘅海空列為少去為妙嘅地帶，亦都有一個都市傳聞，澎湖西南附近經常發生類似羅盤無故打轉，海面會出現白色光體等等嘅超自然現象。澎湖海域過去35年嚟都發生過10宗空難事故，16年嚟已經墜毀咗5架飛機，所以澎湖海域亦都被稱為澎湖百慕達。好啦，今集又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就請俾個 like。如果你想做我下一集嘅，就請你 subscribe。亦都歡迎你哋留言俾我，我係會睇同埋會覆你哋嘅。歡迎嚟到10點解密，大家好，我係 Air，我哋下集見。